在一个昏暗的傍晚，一个12岁的男孩独自留在家中，窗外的世界静谧而平凡，但这一刻注定与众不同。当他百无聊赖地站起身，推开窗户的时候，隔壁的窗户也突然打开了。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女孩探出头，带着神秘的微笑，仿佛在邀请他加入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冒险。女孩轻快地翻过栏杆，一跃而下，挥手招呼着：“快下来呀！”那一瞬间，男孩的心跳似乎和他的笑声共鸣，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 Ray。这是对我而言最难以忘怀的经历，只是时间久远，有些部分记不太清楚。印象中是一个我被独自留在家里的傍晚，那年我才1、12。当下的我看着电视，但是没过多久就看腻了。当年的我便知久坐的危害，所以我便站起身走向窗边，打开窗户眺望窗外。这时，隔壁邻居的窗户突然打开，一个女生探出头来，半个身子都几乎要露在外面。记得当时的我应该有和这个大我2、3岁的女生聊了些什么，但内容我实在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没一会儿后，那女生说道：“我们到外面玩吧。”而我则回应她：“门打不开，从窗户翻出去不就好了？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笑着，灵活地越过栏杆往下一跃，跳到了楼底的草丛里。看到她挥手说道：“赶快下来呀！”我心里想着，什么嘛，原来也没这么高，也打算跟着跳向草丛。然而这时候，我的背后传来一阵惊叫，下个瞬间，我整个人被抓住，往后倒向地板。我仰起头，看见惊恐万分的妈妈，加上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，我愣了许久才缓过来。我家当时所处3楼，如果越过窗户直接往下跳的话，后果应该会不堪设想。如今的我已经22，马上就要23了。但想到那天妈妈如果晚一点到家的话，我可能已经……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顺带一提，隔壁家似乎没有孩子。知道这个信息是由于当时的我坚持有个女生从隔壁的窗户跳下去，而且没有受伤，妈妈就去向邻居确认了。而住在隔壁的老夫妇看起来是完全不认识那样的女生。当时的我被妈妈认为是在说谎，但是现在想想，或许可能只是我看错，或者自己幻想出来的女生也不一定。每当我看到有和我当年年龄相仿的孩子从窗户坠落身亡的新闻报道，我总是第一时间会想起那个女生。如果有人从窗外邀请你，千万不能跟着走哦。